看就很贵，不知道是哪家的公子少爷。怎么开车的？长没长眼睛？别装了，拿去看病，赶紧走。他是周艳白，他怎么会开迈巴赫，随手2万块？他根本不是穷光蛋。那这3年他一直在骗我。周哥，嫂子待会儿来了，你真要跟他提离婚？废话，协议书都准备好了。那你装穷的事儿，嫂子不知道吧？他当然不知道，他到现在还以为我是个欠了一屁股债的穷光蛋，1个月就赚3000，每个月给我花2000块钱，自己啃馒头。嫂子对你那么好，我装穷3年，就是考验他。结果呢，他妈一病，他就张嘴要3万块，不是拜金是什么？那孟瑶姐那边，孟瑶下个月回国，当初她出国前跟我打赌，说我不敢娶一个穷女人证明真心，我娶了，赌约赢了，现在该收场了。不过周哥，我觉得嫂子不会轻易离婚的，她那么爱你，当年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你让她签离婚协议，她肯定得哭闹纠缠一阵子。是啊，嫂子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爱惨你了。不过周哥，我真觉得嫂子不会轻易签字。那就走着瞧。老婆，你怎么弄成这样，摔了，疼不疼？老婆，我决定不拖累你了。我穷了这么久，连给你妈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，我不能让你继续受苦了。我们先离婚，等我赚到钱，我一定风风光光把你娶回来。是啊，嫂子，你就签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先回去收拾。周哥，嫂子这态度不对啊，她平时那么黏你，恨不得天天跟你在一起，今天连问都没问一句就签了，不对劲吧？有什么不对劲的？她那是伤心过头了。你没看到她眼圈红了吗？心里难受，但不想在我面前丢人，强撑着罢了。可是她连为什么都没问一句，你说是假离婚，她就信了？这怎么了？她爱我爱的命都不要，我说什么她信什么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我这次就是给她一个教训。所以你提离婚不是为了真理？真离假离，那得看她的表现。要是她之后乖乖的，不哭不闹不纠缠，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哪里做错了，说不定我心情好了，也会考虑考虑跟她复婚。不出3天，肯定会还和以前一样上赶着来找我关心我。周艳白，原来你一直在骗我，可是我是真的需要钱啊。艳白，我妈病危了，需要马上手术，要3万块钱。我找遍了所有人，同事、朋友、亲戚，能借的我都借了，可是没有人借给我，我没办法了。艳白，你能不能先借我一点？哪怕15000也行，我以后一定还你。婉婉，我也想帮你，可是你知道的，我在厂里打工，1个月就那么点工资，还要交房租，还之前的债，我太没用了，我对不起你。这3年，我以为我在为爱付出，其实我只是在为一个不值得的人消耗自己。周哥，你说嫂子这会儿在家干嘛呢？是不是在给你做饭？肯定在等我回去哄她呗。待会儿我一进门，她保准扑上来。也是，嫂子那么爱你，肯定舍不得真走。嫂子呢？您所拨打的电话。周哥，嫂子把你拉黑了，她真走了。跟我玩这出，行，让他闹。周哥，你不着急啊？急什么？他以前又不是没闹过，上次说分手，第2天不还是给我送早饭来了？可是这次他连东西都搬空了。搬空就搬空呗，他就是故意做给我看的，想让我着急，让我求他回去。等着吧，最多3天，他肯定自己回来。到时候我连哄都不用哄，他还得给我道歉，说不该耍脾气。那要是他不回来呢？不可能，
他那么爱我，连我穷的时候都死活要跟我结婚。现在离了婚，他能去哪儿？走，去接梦瑶，正好让他晾几天，自己就想通了。周哥，这个好看吗？喜欢就买，不用看价格。燕白，这条好好看，我生日快到了。宋婉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一个月工资才多少？你在这儿看3000多的东西，你怎么这么物质啊？我就是看看。看看，每次路过珠宝店你都要看看。你不是嫌我穷是什么？你要是那么拜金，当初别跟我呀。对不起，我不该看的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我舍不得给自己买的，不是我不配，是我一直在替别人省。从今天起，不会了。宋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宋婉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不是专门来找我的？我来发传单。发传单？你以前不是说最讨厌看人脸色吗？怎么离了婚就混成这样了？婉婉，别犟了。我知道你签离婚协议的时候是在气头上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咱俩还是有感情的。你要是愿意回来，我可以不计较你拉黑我的事儿。周哥，这谁啊？一个普通朋友。哦，该不会就是你那个前妻吧？怎么离了婚还阴魂不散？我来发传单，不是来找他的。发传单在这个商场，谁信啊？你分明就是听说周哥有钱了，故意来堵他的吧？梦瑶，他不知道我的身份。怕什么？让他知道呗。反正他不是已经跟你离婚了吗？知道了又能怎样？原来是这样。装穷3年，月薪3500，让我一个人打3份工养家，都是在试探我。对，我就是在试探你。结果呢，签完字就跑，连问都不问。你不是拜金是什么？就是你要是真不图钱，你跑什么？你应该高兴才对啊！你老公有钱，你跟着享福啊。结果你倒好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这不就是典型的捞不到好处就撤吗？我跑，是因为我发现我嫁的那个人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少在这儿装受害者了，你不就是嫌他装穷的时候你没捞着好处吗？现在知道了。后悔了吧？50万，拿着吧，就当是你这3年的辛苦费。你不是缺钱吗？你不是打3份工吗？这钱够你歇一阵了。周艳白，你到现在都觉得我是因为钱才走的，不然呢？周哥，这钱你就真的白给他了？放心，他不会要的。他这个人我最了解，以前连件衣服都不肯让我买。他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捡我的钱？那可不一定，穷疯了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不可能，他就是嘴硬心软，等着我去哄他呢。支票丢那儿，他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支票丢那儿，他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周哥，他捡了，他真的捡了。你宋婉，你干什么？不是你让我拿的吗？我那是。你以前不是最讨厌钱吗？我给你买件衣服你都不要。以前不要是因为我以为我们是一家人，不想让你破费。现在你算什么人？周哥，你看，我就说她是拜金女，刚才装的跟个烈女似的，一给钱立马现原形。他怎么会？我以为他不会要的。他骗了你3年，什么爱你？爱你的钱，不对，爱你没钱的时候他可以装清高。现在知道你有钱了，赶紧捞一笔跑路。周哥，你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找律师帮我准备起诉书。我要告宋婉侵占财产。阿姨，你摔哪了？能动吗？脚崴了，站不起来。我陪您去医院看看吧。不用，老毛病了，歇会儿就好。姑娘，谢谢你啊。姑娘，你心肠真好。你这是去哪儿啊？穿得这么整齐，去面试。面试？什么工作？律师。我刚离婚，想重新开始。我大学学的法，正准备去律所面试呢。我孙子就是开律所的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宋婉。婉婉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不用了，奶奶，我还是更想凭借自己的实力进去。您没事就好，我这就去面试了。这孩子。小玉啊，奶奶今天在路上摔了，有个姑娘救了我，叫宋婉，想去律所面试，你帮帮她。奶奶，我们律所招人是有标准的，不是谁都能进。那姑娘心肠好，人又漂亮，你就当给奶奶个面子。奶奶，律所招人是看能力的，
我丑话说前头，不行就是不行。A 大法学院连续3年金牌律师，进。你就是宋婉，你救了我奶奶，我很感激。但这里是律所，不讲人情，只讲能力。这个案子标的额过亿，对方律师是业内顶尖，换做你，第一步怎么走？第7页第3行，对方的合同条款有漏洞，先申请证据保全，再反诉。你看过这个案子？没有，但这类合同纠纷逻辑都一样。宋婉，你的履历我看了，金牌律师，3年空窗期，为什么？结婚，做了家庭主妇。现在呢？要离了。陈氏集团的案子，你听说了吧？一直没人敢接。如果你……我敢。我可能没说清楚，是本市最大的那个人。我敢。欢迎你明天入职。谢谢。你的。有人要告我侵占财产，那个钱是他自己扔在地上的，他现在要告，让他告。需要律所出面吗？不需要，一个离婚案，一个侵占案，同一个原告，一起打，省事儿。宋婉，收到律师函了吧？那50万你最好乖乖还回来。我也不是不能给你一个继续照顾我的机会，否则……周艳白，那支票是你亲手写的，辛苦费3个字也是你亲自写的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侵占？你说什么？我劝你把精力放在离婚财产分割上。你给赵慕瑶花的那些钱，有一半是我的，这笔账咱们还要慢慢算。宋婉，他敢挂我电话！周哥，他能吐出钱吗？律师函先吓吓他，一个家庭主妇没见过世面，过几天准来求我。不愧是周哥，来，咱们喝一杯。还是你贴心。药，宋婉，药呢？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。宋婉肯定是因为他妈去世的事，一时生我的气而已。过几天还不是要乖乖回到我身边？凌晨2点，周艳白，在你眼里我只是免费保姆。宋婉，你昨天的卷宗整理得很好，你早该回归职场了。你现在这样，才是你应该有的样子。您夸张了，我只是陈述事实。走吧，中午请你吃饭，就当是庆祝你入职。哟，宋婉，这么快就傍上大款了啊？周艳白，我们只是正常吃饭，你放尊重点。正常吃饭，穿成这样来这种地方，你1个月工资多少？3000还是5000？这顿饭你付得起吗？周哥，人家说不定是来钓金龟婿的呢。周艳白，你给赵慕瑶买钻戒花了18万，我妈病危时找你借3万，你说没钱，你装穷3年，我月薪3000给你2000，自己啃馒头。你是太子爷，却因一个赌约娶我，我何德何能？谁告诉你的？这很重要吗？赵小姐，你也别得意，一个不尊重生命、不尊重女人的人，也就是你还会把她当个宝。你胡说八道，周哥才不是这样的人呢。随便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宋婉，你竟然还以为有人会真的爱你？孟听玉不过是我请来让你净身出户的律师而已，到时候真相揭开，我等着你跪下求我。宋婉她敢找别的男人，他以为他是谁？离了我他什么都不是。周哥，人家现在可是有老板撑腰了，当然不把你放在眼里。老板算什么东西？我给他50万他不要，非要跟我打官司。行，我请最好的律师跟他打，等他求我的时候，我让他跪着进来。就是嘛，周哥，你随便动动手指，他就得乖乖回来，到时候让他净身出户，看他还敢不敢嚣张。那是，我太了解宋婉，最多3天，他肯定主动来找我。怎么
么了，周哥？没事，再喝。药在。宋婉以前都把药放在哪儿来着？宋婉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一定是知道我生病了，马不停蹄赶过来的吧？宋婉，你就承认吧，你明明爱我爱得死去活来的。医院打电话说我必须来签字，否则不给你办住院。说吧，签哪儿？你就为这个来的？不然呢？宋婉，你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你都会。以前是以前，周艳白，你给别的女人买18万的钻戒时，怎么没想到以前？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，财产清单在最后一页，你看完没问题就签。宋婉，你敢！孟律师，周总，我们律所根据您的案件性质，安排了最合适的律师，是婚姻法方面的专家，完全符合您的需求。听见了吗，宋婉？我找了厉害的律师，你现在要是跪下来向我道歉，我也不是不能考虑不和你离婚。周总，您不问问这个专家是谁？不用问，以您的水平，只要是您推荐的人，想必也是法律界的翘楚。宋婉，听到了吗？你一个家庭主妇，要是跟我离婚了，可就只能去喝西北风了。周总，我们为您安排的这位律师，就站在您面前。哪有人？就是宋婉律师。你说什么？她是我老婆，她要跟我离婚，你让她当我的律师？周艳白，你当时光顾着和你的白月光赌气，随便找了一个你觉得的穷女人，你到底是有多自以为是，连背调都没做，连我毕业于 A 大法学院都不知道。签了吧，早签早了，省得大家难堪。离婚！宋婉，你休想！宋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妈死了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但你也不用这么做吧，做过头了就没意思了。周艳白，我也最后一次告诉你，要么财产对半分，好聚好散；要么走法律程序，你婚内出轨是过错方，法院判下来，你失去的只会更多。宋婉，你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？现在这个咄咄逼人的宋婉，真的是我当年那个百依百顺的宋婉吗？明天上午10点，民政局，不来的话，法院见。宋婉来了。3年前我们也是在这里领的证，你当时说这辈子就认定我了。宋婉，我们能不能不能？周艳白，我们之间先背叛这段感情的人是你。你在外面找女人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？你想让我净身出户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？你做出那些污糟事儿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？去离婚吧，别浪费彼此的时间了。你真的一点都不爱我了？走吧，回律所。刚离婚就让复工，你这老板也真是够压榨的。陈总，你之前说的那个案子我接了。宋律师终于想通了，条件你随便开。不用，按市场价给到我们律所就行。好，明天来我公司签合同。我的人生要翻篇了。周艳白今天来律所了，已经跟我没关系了。我跟他说，宋律师在忙，不方便见你。谢谢。宋婉，你最好不要回头，职场不是开玩笑的地方。我倒是不知道，到底是我的哪些举动让学长觉得我会后悔。这么绝情？我要是不绝情的话，学长你这个老板晚上估计是睡不着了。宋律师，下午的对接改到明天，我这边临时有个紧急会议。但我听说你刚离婚，你要……不用了，陈总，案子要紧，我随时待命。第1章是我爱吃的菜谱，每一道菜旁边都有标注。第2章是我的常用药清单。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，您的银行卡已转出10万元。你发什么神经？不就是一张破纸吗？至于哭成这样？
周艳白，我现在已经有了你的孩子，你也已经离婚了，难道就不能和我好好过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怀了，周哥。真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你住院前那段时间，我一直没敢说，怕你不高兴。几个月了？快2个月了。好，这是我的孩子。梦瑶，你想要什么尽管说，钻石、包、房子都行。周妍白还真是好骗，这肚子再撑几个月，够我吃一辈子。宋婉跟了他3年，什么时候花过他这么多钱？蠢货！宋律师，上次那个案子的后续，对方上诉了。上诉也是输，他们的证据链不完整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宋律师，这次的代理费我给你加30%。不用，按市场价就行。我接这个案子不是为了钱。那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我自己。那宋律师，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？我要的你已经给了，我需要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好，我就喜欢宋律师这样的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合同签了吗？嗯。陈昭没为难你？他可不敢。也是，他现在恨不得把你供起来。说起来，学长，我倒是有件事想问你。但说无妨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指什么？周艳白的案子，你故意放水让我拿到1半财产，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因为你不该受那些委屈。于情，你是我的学妹；于理，她周艳白是婚姻关系里的过错方。仅仅如此。宋婉，那我也问问你，你想听到什么样的答案？学长，我这个人喜欢听点真心话。真心话？那我的真心话就是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只要他孟听玉不死，永远是压我一头的绿界天花板吗？我的意思是……我懂了，我都懂了，你不用说了。啊，你懂了？总之，你明白就好。我一定会好好工作，努力工作。孟学长还是先担心自己，屁股底下这张椅子能不能坐得稳吧。宋婉，你又在瞎动什么？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学长，你没事吧？还不都是被你气的。我上火。老公，婚礼你想在哪里办？我喜欢海边的。随便。哥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？哥，你是不是还想着宋婉？没有。那你摆什么脸色？梦瑶姐嫁给你是委屈你了。没关系的，青青，燕白只是心情不太好。心情不好就能把气撒在别人身上吗？宋婉，你怎么还在喊那个女人的名字？人家不要你了，知道吗？你上次眼巴巴追到人家单位，你看人家理你吗？青青，别说了。你打啊！周艳白，你别忘了，周氏集团的股份我也有份儿，你考虑清楚。老公，算了吧，青青也是为我们好，又不是故意的。都给我滚出去！艳白，上次答应给我的那个房子呢？赵梦瑶，你到底是想跟我结婚，还是想跟我的钱结婚？老公，你知道我是最爱你的，我当然是想跟你结婚。那你为什么每一句话都离不开钱？宋婉就不会这样。老公，我不是只在乎钱，我只是想有个保障啊。你公司现在资金紧张，我还怀着孩子，能不慌吗？保障？宋婉跟我白手起家的时候，从来没跟我要过什么保障，她把自己的积蓄人脉都给了我。你呢？珠宝、钻石、名包、名表还不够吗？哥，你怎么又提宋婉那个不下蛋的母鸡？梦瑶姐怀着你的孩子，要点保障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后悔离婚了？闭嘴！要不是你一直撺掇我，赵梦瑶一直催促我，宋婉也不会性情大变，强硬分走1半财产。是我们逼他吗？周艳白，是你逼他的，是你出轨骗他假离婚，他才会对你心死。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提钱了，我陪着你，好好照顾你和孩子，好不好？你不是才3个月吗？肚子怎么这么大了？医生说可能是双胞胎。双胞胎？真的？医生是这样说的，应该是真的吧？怎么办？这个房怎么远？我要把儿童房重新装修，之前准备的东西现在都要准备双份了。陈总，
对方认为我们终止履行采购合同构成违约，但事实上，对方交付的第一批设备在质量上根本无法达标。宋律师，我希望你的指控都是有证据的，而不是空口无凭。当然，我和孟律师已经连夜到达对方仓库进行取证了。孟律师，怎么对我的称呼忽然变得这么陌生？是因为陈昭在场吗？所以才故意装陌生。可恶的陈昭，都怪你！这个孟老三又抽什么风？干什么这样看着我？我哪里又招惹他了？陈总，您在听吗？我在。陈总可能有点上年纪了，耳朵不是很好使呢。这个死孟听玉，你追老婆就追老婆，拉踩我做什么？真是毫无道德底线。好啊，你不仁休怪我不义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孟律师好像和我是同龄吧？不，准确来说，我比你小3个月。这2个人脑袋没问题吧？我知道你们可能是工作压力比较大，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医生，还请2位不要讳疾忌医。陈总最近压力大，我看这张名片还是给您吧。孟律师客气了，您比我小3个月，年轻人火气大，容易上头。这张名片您自己留着用吧。不，陈总年长，更要注意身体，毕竟您这个年纪，血压血脂都不太稳定。孟律师真是体贴。不过我听说您最近熬夜加班，黑眼圈都出来了，还单身这么多年，精神压力肯定不小。您先请。陈总您才是，应酬多，酒色伤身。您先。孟律师这话说的，我应酬都是为了公司，不像某些人，整天没事就往别人公司跑。我跑也是因为工作，不像某些人借着谈合作的名义，私底下打探别人隐私。看来这2个人关系是真的很差呀。那个，我这还有，不是什么值钱东西，2位都拿着吧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说案子了吗？可以。对，说案子。第一，对方的设备检测报告多项指标不达标。第二，合同明确约定质量不合格可以终止履行。第三，我方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，有邮件和快递回执为证。宋律师果然名不虚传，细节把控得很到位，有你在，我完全放心。那陈总这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有个细节，我想还是要告知你一下。什么？刚刚得到的消息，陈氏的这个采购案，下游供货方就是周氏集团的子公司。哪个周氏？就是周艳白的那个周氏，他们作为供货商，负责提供部分零部件。不影响，我们告的是供货方，跟是谁没关系。宋律师果然专业，看来倒是我多虑了。陈总放心，案子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，我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、任何原因徇私，也不会拿自己的名声去赌。我想，既然选择了合作，还是要对自己的合作伙伴有点信任比较好。陈昭是这样，孟听玉也是，他们到底是为什么总觉得我会因为对方是周延白就手下留情呢？宋律师说的是，今天辛苦了。陈总客气了，不是我说，孟公子，您搁这捣什么乱呢？都是男人，你少跟我装了，小心我半夜浇死你公司门口的发财树。陈昭那边又追加了一个案子，指明要你负责。你怎么回他的？我跟他说，宋律师档期排满了，得加钱。学长，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像一只护食的老母鸡。你说是就是吧，不过这倒也是为你好。我知道的，毕竟名气上来了，还按以前的价格收费，就太委屈你了。只要我还能维护法律的尊严，维护公平正义，赚的钱能够养活我自己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曾经的那些野心呢？我不知道学长你对我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如果非要说我有什么野心的话，我只希望公道和正义的光能照亮尽可能多的地方。你变化还真大，难道仅仅是一次失败的婚姻也磨灭了你的棱角？并非是婚姻磨灭了我的棱角，而是见过的事多了，人也会成长起来，这也是我自己的人生课题。看来是我没跟上你的脚步，不过有一点你没变，那就是什么？算了，没什么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告诉你。您随意。对了，周艳白公司怕是不行了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？我该在意什么？在意一个想让我净身出户的人。
我倒不像陈昭那个蠢货一样，觉得你会包庇周延白。那您是觉得？我是怕你为了报复周延白，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，毁了你自己的律师生涯。怪不得孟庭雨和陈昭关系不好，这俩人简直是两个极端，一个怕我徇私偏袒，一个怕我极端报复。学长，你想多了。我是一个律师，律师的第一原则永远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不是宣泄个人情绪。还有，可以放开我的手了吗？对不起，是我心急了。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我知道你也是担心我。这可不关我的事儿。宋婉她开免提了，她不瞒我，她信任我。宋婉，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。可以的话，其实我很不想接你的电话。周氏最近和陈氏有一点小纠纷，陈氏起诉了，我们这边需要找个律师。我记得你大学不是学法律的吗？那是一点小纠纷吗？那是数额庞大的商业违约，说的不好听，陈昭完全可以告你诈骗，能不能什么帮你打官司？我知道我没资格求你，但我现在真的找不到别人了。你是找不到别人了，觉得我免费，就来赌一赌我是不是念旧情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吗？从前你让我帮你处理公司合同，让我帮你应酬客户，到头来你说我吃你的喝你的，全靠你养着。周延白，如果不是因为跟你结婚，我不会放弃自己的事业。你误会了，关于我们的婚姻，我很遗憾。如果可以，我倒是很庆幸，周延白，我没工夫跟你瞎扯。现在你让我帮你打官司，那我就问问你，你打算付我多少律师费？你从来没变过，从前你觉得我做一切都是应该的，现在你还是觉得我应该帮你。周延白，我不是你的免费律师，也不是你的免费保姆。跟他费这么多话干嘛？周延白这种人一辈子也理解不了这些道理。孟庭玉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周延白，我没有帮你的义务。那周延白那边你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周延白现在好像经济上挺困难。学长，你是在替他求情？当然不是，倒不如说我巴不得落井下石。那你在试探我？也不是。那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如果你需要时间处理这些事，我可以帮你挡掉陈昭那边的案子。学长，你是怕我状态不好，输了案子砸你招牌？我只是怕你太累。不会，我可以处理好。老公，喝点汤吧，我炖了一下午。放那儿吧。老公，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要不我们出去旅游散散心？赵梦瑶，你几岁了？公司资金周转不开，你还有心思旅游？我也是心疼你。心疼我？你少花这点钱就是心疼我了。哥，你要不要去找宋婉？你让我去找他？对啊，宋婉之前不是法学院的高材生吗？反正他这么喜欢你，只要他来帮我们辩护，那周氏起死回生也是分分钟的事儿啊。不可能了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哥，你别这样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什么呀？你以前什么事都不怕，公司再难你都能撑过去，现在也一定可以的。那是因为有宋婉在，她什么都能帮我料理好，我什么都不用操心。而你们呢？一个只知道买衣服、买鞋、买包，另一个只知道跟风打卡拍照。宋婉，明天跟王总的合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我发你邮箱了。还有，你上次说想约的李总，我帮你联系上了，他下周3有空。你什么时候联系的？上周你不是提了一嘴吗？我就托大学同学帮忙搭了线。燕白，咱们现在是一个小家庭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们是荣辱与共的夫妻啊！我真是个混蛋。所以，要么财产对半分，好聚好散；要么走法律程序。你婚内出轨是过错方，法院判下来，你失去的只会更多。而且赵梦瑶的孩子马上出生了，你再怎么渣，至少像个男人一样堂堂正正对自己的孩子负责吧。对不起，梦瑶。没事。梦瑶，你的肚子怎么感觉比上个月还小了？一定这段时间营养没跟上，孕吐太严重，吃什么都吐。就是啊，哥，宋婉也真是的，就算是跟你闹矛盾，也不能分走我们家这么多钱啊！他太过分了，害得梦瑶姐连燕窝都吃不上。你又提他干什么？我说的是事实，他拿走那么多钱，公司资金紧张，连梦瑶姐的营养费都克扣了，他心真狠。青青，别说了，不怪他，是我自己身体不好。行了，都别吵了。本来就是嘛，他宋婉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不该把事做这么绝。我叫你别说了！你吼我，哥，你竟然为了宋婉吼我！不是为了他，我只是让你别在这火上浇油。我火上浇油，
哥，你摸着良心说，自从宋婉跟你离婚，你过得好吗？公司垮了，钱没了，人也没精神了。他倒是风光，天天上报纸，还跟那个什么陈总出双入对。什么陈总？你监视他？用得着监视吗？人家现在是大律师，你呢？天天在家喝酒，跟一个破屁无赖也没差别。你说什么？青青，你别说了，我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是他自己没用，大不了我就靠自己。好啊，我没用，有本事你别花我的钱啊！不花就不花，我还能养不起自己吗？青青，青青，你让他滚！我就不信他能找到能养得活他周青青的工作。走着瞧。4000，我一个月做脸都不止这个数。下一个，吃苦耐劳，抗压。我是来赚钱的，又不是来受气的。下一个，3年经验，还要会开车，写着助理，怎么还要干司机的活？小姐，您找工作吗？来，坐这儿聊聊。你的简历呢？我没带，不是直接面试吗？什么学历？本科。做过什么工作？我以前可是帮家里打理公司的。哦，具体负责什么？就什么都管一点。管几个人？就10几个人吧。周小姐，像你这种有管理经验的人才，我们公司非常需要。我们正在招一个项目经理助理，底薪12000，还有绩效奖金。12000，这是逛下来薪资最高的了。我就知道，我周青青怎么可能找不到工作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不过这个岗位比较特殊，前期需要到外地培训3个月，培训期间包吃包住，还有补贴。那什么地方？如果是那种乡下地方，我可不去。就是南方的一个培训基地。放心，不是让你去乡下，那里的环境特别好。那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吗？不用，你人去了就行。对了，你有护照吗？护照？在国内培训要护照干什么？青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宋婉，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？您好，我是律师，请问您是哪家公司的？方便把营业执照给我看一下吗？这个，我们公司资质齐全，只是今天没带过来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查。您公司全称是什么？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招满了，下次再说，下次再说。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看那个公司挺正规的。正规公司不会在人才市场上招人去外地培训，还问你有没有护照，那是黑中介。我轻则骗你去做，哎，算了，重则骗你去境外，你嫌自己活太长了。我又没答应，你差点就答应了。喂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帮客户看一个招聘合规的案子，路过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不是帮你，只是看不惯有人打着招聘的幌子骗人，换了别人，我也会管。宋婉，你不要以为你帮了我，我就会感激你，从没指望过。宋婉，我什么？周青青，你哥骗我假离婚的时候，你在旁边鼓掌；小三挑衅我的时候，你帮他递刀。现在我帮你，只能说明我这个人正义，而不是圣母哈。我知道了，宋婉。你就是还喜欢我哥吧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讨好我哥，谁知道刚刚那个招聘人员是不是你雇来骗我的？你真的想多了。第一，我不喜欢你哥；第二，我不会雇这么蠢的人。宋婉，你敢说我蠢？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怎么找到工作了？青青，吃点水果，别跟你哥置气。不吃。我就说了，你那张毕业证出去谁认？谁说的？我今天遇到宋婉了。遇到他怎么了？人家现在可威风了，穿着西装，拿着公文包，而且什么？而且宋婉她帮了我，有个黑中介想骗我去做一些不好的事儿，是他拦下来的。他还告诉我那些骗子的套路，让我别上当。他帮你？哥，你说他是不是其实没那么恨咱们？他要是真绝情，
完全可以当没看见，让我被骗走算了。我感觉宋婉可能还是念着旧情的。你想想，他要是真对你死心了，会管你妹妹的死活吗？真的吗？难道宋婉真的还喜欢我？不会吧？嘴上这么说，心里怎么想谁知道呢？哥，你要不再去找他试试，说不定他心软了呢，愿意资助我们呢。他不会心软的，毕竟当初是我对不起他。哥，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你看他现在混得风生水起，身边还有那个孟律师和陈总围着转，他们手指缝里随便露下一点，咱们就可以渡过难关了。那是人家的本事，跟咱们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哥，我是你亲妹妹，我能害你吗？你就去试试，万一他心软了呢？不行，宋婉，周夫人的位置，我绝不会让给你。梦瑶姐，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医生说宝宝很健康。那给我看看报告呗。报告被医生拿走了，说要归档。梦瑶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刚才在护士站打听过了，你今天做的不是产检，是妇科检查，你根本没有怀孕，是不是？青青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不用解释，你先听我说，我已经帮你处理了。什么？记录我已经让人删了，你手里的报告也换成了一张假的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哥现在离不开你，他要是知道孩子是假的，肯定会崩溃。公司已经这样了，他再受刺激，我怕他出事。青青，谢谢。别谢我，你欠我一个人情，以后要还的。陈昭那边又来电话了，问你下周有没有时间，他有个新案子想找你。什么案子？没说，只说想当面谈。行，你帮我约个时间。你倒是挺信任他的。他是客户，我是律师，信任是合作的基础。那你怎么不信任我？我哪里不信任你了？你上次跟陈昭单独吃饭都没叫我。老板，那是工作餐。工作餐也是饭，背着老板私下联系客户，不好吧？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担心我跳槽，还是担心别的？我是你老板，关心员工去向不是很正常吗？行，下次叫你。如果你在外出差，我就全程录音录像上传到公司的云盘，行了吧？你的意思是，以后有什么会议都会叫我，如果我不在，就录音录像上传云盘？对啊，我的话应该不难理解吧？没事，我就是太激动了。陈昭啊，陈昭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说起来，有一件事儿我有点在意。什么惊天大事，能让我们一向冷心冷肺的宋大律师这么魂牵梦萦？别贫嘴，我说认真的。我前几天在人才市场看到周青青了。周青青？我看到她要被黑中介骗，就顺手拦了一下。周家的千金，现在居然要到人才市场和千军万马抢一份工作吗？你没跟他说别的吧？说什么？比如关心他哥什么的。学长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见谁都会念旧情？不是觉得你念旧情，而是觉得周家人一向喜欢过度解梦的举动。这倒也是，我什么也没说。倒是他回去之后会不会跟周延白添油加醋，我也不确定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不打算怎么办？他们说什么跟我没关系。我帮他，只是出于我的正义。宋婉，如果周延白来找你，你见不见？不一定，视情况而定。你是要逼死我吗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陪梦瑶去检查，结果怎么样？一切正常啊，宝宝很健康，是吧，梦瑶姐？正常。哥，我刚才说的那件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事儿？去找宋婉啊，他现在路子宽，随便帮咱们一把，公司的难关就过去了。我说了不去，你也不许去。我周家人也有周家人的体面。哥，你怎么这么犟？你拉得下脸，公司可拉不下脸。再这样下去，真要破产了。老公，青青说的也有道理，要不你就去试试，不是说让你复婚，就是求他帮个忙。连你也让我去找他，
与其让周青青在背后撺掇，不如我自己开口。到时候和周青青一起去找宋婉，先发制人，还能掌握主动。我考虑考虑。还考虑什么呀？明天就去。梦瑶姐，你今天表现不错。青青，我只是想让我哥的公司活过来，至于是靠宋婉还是靠你，你自己决定。我知道我没资格说什么，但你说的对，公司的事儿要紧。你要是拉不下脸，就让我去找宋婉。你去能干什么？我去求他，只要他肯帮咱们，我给他跪下磕头都可以。到时候这假孕的事情也可以泼到宋婉身上。看来赵梦瑶是真的很爱我哥啊。今天下午有空吗？陈昭那边约了见面。几点？3点，我来开车。怎么不说话？我只是在想，我的命还真是好，我何德何能让堂堂孟大律师孟总给我开车？别贫嘴，你现在可是我这律所的金招牌财神爷，我可不得好好招待你吗？不过宋婉，刚才前台打电话说有人来找你。谁？赵梦瑶。他来干什么？没说，只说要见你。你要是不想见，我让人打发他走。让他进来吧，我倒想听听他说什么。你确定？确定。躲着不见，反而显得我心虚。我单独和他聊聊。行，我就在旁边办公室，有事叫我。坐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宋婉，我知道我没脸来见你，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所以呢，赵小姐，我的时间很宝贵，有什么话你还是直说为好。燕白的公司快撑不下去了，资金链断了，只有你能帮忙。所以你是来替周燕白求情的？我知道你恨我，恨我当初。但是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你说话就说话，别动不动给人下跪。宋婉，我求你了，帮帮我吧，帮帮我的孩子。赵梦瑶，你肚子里怀的是周延白的孩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难道是我让你怀的孩子？可是你以前那么爱他。你也说了是以前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我跟周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来找我，算你找错人了。宋婉，求你了，你就当可怜可怜孩子。我可怜孩子？谁可怜我？但是你都愿意帮助青青，我只是不想看到一个年轻的女性跳入火坑而已。就算不是周青青，我也会帮。你走吧，以后也别来了。周燕白的死活跟我没关系，我没有帮你们的义务。宋婉，既然你无情无义，那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赵小姐慢走，以后要来的话先预约。宋律师很忙。孟律师，是你是不是喜欢宋婉？既然知道，那还敢来我这里撒野？他现在对周燕白这么狠，以后对你又能好到哪里去？怎么被我说中了？孟律师，你对宋婉再好，他也不会领情的。赵梦瑶，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样，算计来算计去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宋婉不帮你们，不是因为她心狠，是因为你们不值得。你们周家做出那种事，你又揣着假孩子跑到她面前卖惨，她没和你计较，都是她大发慈悲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要是再敢来找宋婉的麻烦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不好过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所以赵梦瑶来找你是周延白的意思？不知道，但他来了，说明周家确实快撑不住了。学长，你干什么这样看着我？我怕你不高兴。我没什么不高兴的，他们过得好或者不好都跟我没关系，我只是觉得有点讽刺。讽刺什么？当初他们以为离了我能过得更好，现在却要来求我，你说这不是讽刺是什么？行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下午还要见陈昭，你帮我准备一下材料。哪有员工支持老板的？学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您是不是年纪大了？听错了。
你刚才不是让我准备材料吗？这不就是员工在使唤老板？那您听错了，我说的是麻烦孟律师帮我准备一下，是请求，不是指使。那我要是拒绝呢？拒绝就拒绝呗，我自己来。不过这个价值咱们律所3个月 KPI 的案子就……我什么时候说要拒绝了？帮宋大律师准备材料是我的荣幸。学长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哪样？油嘴滑舌。也是分人的。对你宋婉，我恨不得把嘴抹了蜜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去准备，下午陈昭还等着呢。怎么还不去？我就是想看看宋律师害羞的样子。去你的！这就去，这就去。宋婉，你记住，不管周家怎么样，你身后还有我。知道了，学长。陈昭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靠谱。如果真的到了那种时候，也不是不可以求助于他。学长，你好像很笃定，好像一定有个人会来害我似的。因为我好像把赵梦瑶得罪了。孟庭玉。陈昭，下午的会，宋律师心情不太好，你说话小心点。他怎么了？大概是被我气的，别问为什么，反正他看到你估计会更气。孟庭玉，你又怎么惹他了？我哪儿敢？总之你注意一下就是。宋律师，下午好。陈总，您来了。陈总，带什么水果？太客气了。又不是给你的。宋律师，这是进口车厘子，你尝尝。谢谢陈总，咱们先谈案子吧。新案子的事，对方是一家上市公司，标的额不小。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看看这个案子有点复杂，我需要时间研究。不急，我就是先跟你打个招呼，先把时间定下来。陈总，您这是把宋律师当您家专属律师了？孟律师，您这话说的，我这是信任宋律师的专业能力。况且我每个月给你们律所那么多钱，可不是做慈善的哦。信任？那您怎么不信任我？你还真敢问？你忘记你之前坑我的那些事儿了？好了好了，总之先谈正事吧。学长，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下？我跟陈总单独谈几句。你赶我走？你不是说以后的会议都跟我一起开的吗？你说过的。孟庭玉，你真是好样的，你真是一朵盛世白莲花。糟糕，忘了这一茬了。当然是因为有些细节你在场，宋律师不方便说。陈总，我是宋律师的老板，客户和员工单独谈，老板在场，这不是很合理吗？可这里是陈氏集团的会议室，不是您的律所，我们合同上签的是宋律师的大名。要不是你们2个人一见面就吵，我也不至于想要支走一个。宋律师，你上次说过所有会议都会叫上我不在就录音录像上传云旁的。我竟然说不出反驳的话。行，你留下，但你别插嘴，让我和陈总把案子谈完。没问题。信你才有鬼。陈总，这个案子的关键是证据链，对方的上游供货商有问题，如果能拿到他们的内部报告，我们就有把握。周氏这一次可能会输得倾家荡产。这个好办，我让人去调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脸上有字啊。孟律师，我知道我天生丽质，但是您能不能别这么看着我，怪瘆人的。陈总的自我意识还是这么过剩。再说了，如果你不看我，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宋律师，你平时怎么受得了他的？习惯就好，毕竟是老板。那基本清楚了，我回去整理材料，下周出代理意见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周氏的赔款需要在3个月后赔付，但也不排除对方拖延的可能。总之，我一定会尽力争取的。好，辛苦宋律师。孟律师，虽然不知道您干了什么，但您今天也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为陈总服务是我的荣幸。学长，走了。这个孟庭玉至于吗？用这么大劲，手都要被他捏碎了。男人的占有欲真可怕。又怎么了，学长？宋婉，我刚接到前台的消息，说楼下有人闹事，说是要找你。谁？是周延白。他说他老婆赵梦瑶昨天来找过你，回去之后就流产了，要你给个说法。什么？赵梦瑶流产了？周家那些人都是疯子，我下去处理吧，你别动。不用，我下去，我倒要看看他周延白能翻出什么花来。宋婉，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！周先生，这里是律所，请你冷静，有什么事好好说。好好说。他昨天把孟瑶叫来，不知道说了什么难听的话。孟瑶回去就大出血，孩子没了。你说这笔账怎么算？周延白，你确定赵梦瑶流产是因为我？她昨天来找我，前后不到10分钟，她走的时候还好好的。她回去就不行了，不是你刺激的，还能是谁？周延白，我昨天只是跟她说了几句话，我没有碰她，也没有说什么过激的话。宋婉，你说我配不上燕白，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野种，我一气之下就……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。赵梦瑶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？你还敢狡辩？孟瑶都这样了，你还不承认？难道他会拿自己的孩子开这种玩笑吗？所以周燕白，
赵梦瑶，你们的诉求是什么？宋婉，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这件事儿你赔偿就行了。那么周总，你希望我赔偿多少？500万，梦瑶的营养费、精神损失费，还有孩子的命。500万，周艳柏，我看你是失心疯了吧？你怎么不去抢？赵梦瑶，你真的流产了？当然是真的，我还能拿孩子开玩笑吗？赵梦瑶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很可悲。你说什么？你以为牺牲掉孩子就能帮周艳柏的公司渡过难关？你以为这样他就会感激你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孩子是无辜的？梦瑶，你真的是为了公司？艳柏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怎么会拿孩子开玩笑？赵梦瑶，你没必要这样，孩子没了可以再要，但你这样做，值吗？够了，宋婉，你别跟他废话了。赵梦瑶，你根本就没有怀孕，哪来的孩子？哪来的流产？孟庭宇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赵梦瑶从始至终就没有怀孕。周总，你被骗了。你血口喷人！艳柏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怀孕了，真的是你的孩子。孟庭宇和宋婉是一伙的，他们故意污蔑我。孟律师，你说孟瑶姐没有怀孕，证据呢？证据，我可以让人调医院的检查记录。医院的记录可以造假。孟瑶姐的肚子大家都看到过，是真实鼓起来的，而且她之前产检的报告我也亲眼看过，我可以证明孟瑶姐是怀孕的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不是帮你，只是看不惯有人打着招聘的幌子骗人，换了别人我也会管。对不起了，宋婉，我也是为了我们周家，只能让你吃下这个哑巴亏了。我没有撒谎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孟瑶姐确实怀孕了，也确实因为你的刺激流产了。你们作为一个律师，应该明白，没有证据的话不能乱说。周青青，你恩将仇报，宋婉在人才市场帮了你，你现在反过来咬她一口。一码归一码，她帮过我，我记着。但孟瑶姐流产这件事，我不能因为她帮过我就昧着良心说话。孟瑶姐的孩子是一条命。宋冉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周青青，你知道你做伪证要承担什么法律后果吗？我没有做伪证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周青青、赵梦瑶，你们这2个人这些年来没上过1天班，所以可能不知道正规的公司是有监控的。什么？赵梦瑶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出去的时候也好好的，怎么一到家就流产了？这要细究起来也是你们的责任吧？对对对，或者周总可以把律所到周家所有路上的监控都查一遍，看看赵梦瑶小姐到底是被什么冲撞。这也不能证明你们是无辜的，万一孟瑶姐就是在这里动了气呢？周青青，你为了你哥的公司，可真是什么都豁得出去。孟律师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，您要是有证据证明我说的是假的，您拿出来；拿不出来，就别在这里血口喷人。就是啊，宋婉，我知道你不是那种狠心的人，都是因为你太爱我。如果你愿意承认你的错误，我可以只要你赔300万。周艳柏，我看你真是疯了。你知道你现在的行为叫什么吗？叫敲诈勒索。我就说周家人都是疯子。周青青，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。什么？医院的原始记录是无法更改的，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在医院工作，需要我把医院的检查记录调出来。赵梦瑶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艳柏，你听我解释。我问你是不是真的？你骗了我这么久。艳柏，我只是怕你不要我，我是因为太爱你了。爱我？你毁了我的一切。赵小姐，这里不是你的家，要闹，出去闹。青青，你帮帮我，你帮我跟艳柏说说。孟瑶姐，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你刚才不是还说你帮我作证？我从来都只是不想让我哥的公司垮掉，但你说到底还是骗了他，你让我怎么帮你？是他，都是因为他。他要是肯帮忙，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赵梦瑶，你走到这一步，是因为你自己，不是因为我，也不是因为任何人。你胡说！你就是恨我抢走了艳柏。我不恨你，我甚至有点可怜你。你以为抢走他就是赢了？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能被抢走的男人，本来就不值得你抢。哥，喝点水。哥，法院那边怎么说？公司破产了，房子要被收走。那我们以后住哪儿？租房子。哥，赵梦瑶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他骗了我这么久，我还能跟他在一起？他刚才打电话来说想见你一面。见我？又想骗我什么？
哥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说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赵梦瑶没怀孕。你之前怎么不说？我那时候觉得这样你可以有点动力，现在想想是我错了。或许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怪不到你头上。哥，你还想去找宋婉吗？不找了，找了也没用，他不会回头。那公司的事是我自己做的，怨不得别人。青青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别再靠家里了，去找份工作，好好过日子。青青，让我进去跟燕白说几句话行吗？就几句话。让他进来吧，正好把话说清楚。说吧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骗你。我今天是来跟你道别的。道别？我要走了，回老家去，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你骗了我这么久，钱都没捞到，舍得走？我留下来又能怎样？你已经不信我了，公司也没了，房子也没了，我留下只会拖累你。赵梦瑶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难过的不只是公司没了，我难过的是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不管你信不信周艳白，我是真的爱你啊！爱我？你爱的是那个有钱的周艳白。现在我没钱了，你还爱我什么？赵梦瑶，你爱的是钱，而不是我周艳白。哥也真是的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也太伤梦瑶姐的心了。你走吧，我不怪你了，但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艳白，宋冉她是真的好，是我比不上她。周艳白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我是真的喜欢你的。那是你自己不要脸，滚吧。周艳白，你摸摸你的良心，我跟了你这么久，我图什么？你图什么你自己清楚，图我的钱，图我的房子，图我的车，现在什么都没了，你还图什么？梦瑶姐，你先走吧，我哥现在情绪不好，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。青青，你也走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哥，我不走，你还有我。你从小到大连自己都养不活。我明天就去找工作，我不能再靠你了。青青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失败？哥，老婆没了，公司没了，房子也没了，连赵梦瑶也离开了。青青，你说宋婉现在在干什么？大概会跟孟律师在一起，继续维护公平正义吧。那就好，她过得好就行了。最后一页签完，这个案子就彻底结束了。宋婉，案子结束了，陈昭那边暂时不会有新案子了。所以我想问问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把手头几个小案子处理完，然后休个假。休假？去哪儿？还没想好，可能就在家待着，睡几天觉。怎么这么没情趣？那真是抱歉了，学长。我们职场低精力人群就是这样的。考不考虑多加一个人？行啊。宋大律师，你的操作跟你的专业能力严重不匹配。我这叫术业有专攻。专攻什么？专攻把队友坑死？你再废话就出去。行，不说了，再来一局。不来了，手疼。这么矫情。宋律师，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，对方临时提交了新证据，明天一早要开庭补证，你得连夜看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发我邮箱。不玩了，加班。陈昭，我真的砍死你！